下谁将来到我们25号的决赛？没错，一支是我们常规赛的霸主 FP， 一支是韧性十足的黑马 KBG， 鹿死谁手 BO5 的第一小局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两队一上来都互相在对方的 F4有视野的布控，想捕捉一下两队的刷野动向。而我们从上帝视角看，也能看到都是蓝半区往红半区刷的一个刷野路线。对，而且其实前期还是那个问题嘛，就 KBG 的大唐在前期其实是有一些进攻压力的。闪现过来就给你硬打血量，左右开弓啊，先定小马，再定悠悠，悠这得交技能了，塔下喝一杯卡布奇诺，稍微抬抬血。哇，这个换血直接换到塔后了，没办法继续打了，直接把小马打回家。哦，阿伟这泰坦好凶啊！闪现上去，左右开弓，一个定是打出了净化，另外一个定是打出了治疗。对，这个回不了啊，得把这波兵线吃了。在游道中，这季梦的闪也得交，不是这开局1分钟出头，这阿伟给的压力这么大。他前期过去打了一下 Soldier 这边的果子，但那个位置确实太激进了，所以也完全不省技能，直接交。EZ 再往正面赶，现在 KBG 的双人组看到 FP 这011加阿伟两个 ID， 感觉头上都冒汗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悠悠它是很难先动起来的。而且 KBG 的阵容，包括他们整体的打法是非常依靠野辅的联动，前期在野区和线上找一些机会。哦，反倒是江之拼信号了，下路位置压出去，哇，这样对线的话，小马要炸，季梦得赶紧过来帮忙解一下。上半区镜头一切，能换掉吗？换掉了，闪现走，但防御塔的最后一下平 A 也 A 了出来。金刚银反倒是拿到了双杀，这个交换不赚，对于 KBG 而言，很亏，我只能说。因为 KBG 这边是阵亡2个人，啊，盲僧这一波前期的机会，让自己也损失了，让自己也被击杀了。主要大唐就他确实是有进攻压力，他也看到了下半区在被对面的豹女抓，他想做半区的原则，给小麦压力。来看一下吧，先吃自然经验到5，然后等线送进来。哦，闪现过来之后，小麦反应很快，他是先交闪回到了塔下，躲了那记天音波。这波上半区的节奏 ，KBG 有点炸。也看一下两队的一个数据吧。从血腥一血以及一血的次数上来讲，都是 FP 的一个全线领先。甚至这个一血的胜率 ，FP 来到了恐怖的92.6%，这跟上一把那个 TT 拿先锋胜率到95%有点类似了。是的，这个前期的画面上，基本上你从3路都是 FP 的一个领先。换线，现在射手都换到了中路，勾接定接大。悠悠，这位置交闪吗？这个闪摁的有点急哦。盲僧这边还想找机会，但这个位置很危险。因为
我觉得在他视角里面，他应该是很想帮助自己家边线去找到一些机会，打开一些局面的。这把 KBG 的双 C 也是双女神泪，就这个出装在第一轮资源团上 ，KBG 会很难受。嗯，而且刚才的阵亡可能也会影响一下，就是盲僧的一个装备的时间。主要是你金刚影前面提2个头，那你金刚影打贾克斯这个对线，贾克斯也不舒服了。巴德给大，这次是小马跟优一起来，不败锁链起手，4月1没什么说法。远处画一个精准弹幕，也就是把线再打薄一点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。是的，而这个时间点，我觉得 KBG 找的这波机会非常的好。豹女在拼下半区的信号，但瑞兹有车，直接开车回到2塔下。那与此同时下路找到了一些机会，那瑞兹只能回家。但1塔是 KBG 先拿下的，但中路这个防御塔，因为第一时间小马和悠悠在上路，所以是有一个空防的时间差的。KBG 还是集结了大量的人员啊，终于在上半区找回了一些场子，同时也限制了一下金刚影的发育。而且经济现在也又拉回来了。来到淘汰赛阶段，我们会发现，每支战队在这种很基础的资源兑换上不会出太大的差池。经济也咬得比较死。来看一下上一波的 replay 吧，这4月1是真没啥说法了。对，刚才2月1被你操作了，那还情有可原。这4月1要是被操作了，那心态是真炸了。是的，其实因为刚刚那波2月1其实真的挺有风险的，因为第一是胸针的状态不是特别好，然后第二是本身2月1其实就是有风险，而且那波有点急，那波他没等线进去。对，这等线进你盲僧大招起手，金刚影也没那么容易操作的。那暂时来说的话，中路这个防御塔应该问题不会特别大，因为毕竟维鲁斯清线手还是比较长的。资源刷新 ，FP 是先站住了一字草的位置，而贾克斯跟金刚影是打了一个正面，正面开到了大团脚踢下来，配合着队友先杀一个，画面一切，金刚影最后通牒做的是胸针，远处巴德给一个金，要救下队友，再开一个奇妙旅程，要到了正面战场，但他的位置有些脱节，还好一技能是定住了小麦跟姜汁。先回到队友身边吧，胸针的血量也很残了。是的，巅峰的位置，这个团还要接的话有血量上的差距。K 音波加回音机，但阿伟出高盯到了残血的悠被秒了，又是一记风吹吹到了小马，小马的位置很尴尬，有破障之风，直接爆死了维鲁斯。看正面回来风吹吹到了大唐跟胸针，大唐一丝血，小麦勾锁上墙完成收尾。Soldier 又是一记风，胸针也走不了。哇，这波团与其说 FP 这边打得非常的坚决，我就感觉 KBG 这边也很犹豫啊。哇 ，Soldier 这个永恩这波团立大功。是的，第一时间，其实 KBG 的位置已经不好了，在4打4的情况下，其实正面来看是一个3打4，因为有个队友已经在 B 家了。主要悠悠那个门开完之后，他自己过去。就已经很奇怪了，他一过去，整个 KBG 的站位是很散的。是的，然后有队友是想 B 家的，但第一时间正面就有队友想打，所以与此同时，可能大家的连锁反应是这个小龙也没有很好看。就第一时间其实抓住了一个人数差，但后面我觉得处理的太急了。对，季梦那个位置因为先掉点。那小龙也是 FP 可以稳稳收下双资源的完美开局。这双资源一拿 ，FP 也无疑确立了他们前中期的优势。来回看一下上一波的一个 replay 吧。就打到这会儿，其实胸针已经没有正面战斗的能力了。对，他是想避，然后再踢出来。但这会儿永恩啊，闪现过来风吹，是先。找到机会单切掉了对方的关键 C 位，又回到正面战场收割了这个残局。按照正常来讲的话，其实第一波资源团 KBG 对于 FP 的阵容，他一定是能打的，因为他前期甚至还会有点强。那这一波处理完之后，感觉有点不知道如何挽救这个战局啊。然后现在对于 KBG 而言，就只能等那种大后期了。就等瑞兹了，但瑞兹这装备又是那种巨拖的出装思路，他应该是大天使加那个时光。对，这装备你得等4件套。
因为右边的阵容其实前期无论是维鲁斯的伤害，以及说巴德，包括盲僧，他前期其实打这个阵容是有的打的。但主要这会儿这个经济差异怎么扛啊？阿伟跟 Soldier 进野区有点迷路啊。阿伟被大唐一脚踢，加上天音波跟回音机。那瑞兹吃到了一个人头，但下路青钢影的单带是已经来到了2塔。就这会儿这个单带点其实你不太好管的，3个人开车过来也只能守一下线。青钢影在边线本身也就比较的灵活，真没那么好抓。而且你现在不好抓的话，过一会儿你更不好抓啊。而 FP 他们也是联赛内进攻属性比较强的一支战队，他们在拿到经济领先的时候，会不断的给对方的野区施压。啊，虽然上一波阿伟付出了性命的代价，但这就是他们的打法风格。而且这局比赛的话，盲僧前期第一波抓完人之后，或许没有太好的效果。看一下中路这一波没有兵线了。就待会儿 FP 推掉 KPG 的中外塔之后，他们的进攻会更加的密。先锋直接放中，中外塔的那个血量也就是一头的事儿。是的。巴德给金保一下。但这个中外塔也没必要守，结局没有改变。现在是掉了2座外塔，现在完全 KPG 就是一个防守的态势，他没有办法找到自己的节奏。就现在 KPG 可能接下来面临最大的问题是。他们3条线都只能很被动的吃回推，野区的资源是碰不了的。2条边线，你无论是永恩还是青钢影都打不过。是的，现在看上了上路的这个外塔，贾克斯一个人在塔下等一下兵线，队友来，开车带队友过来。但现在 KPG 几个镜头来回的切换，我们看到他们的防守是属于那种疲于奔命，就很被动。其实主要重点还有维鲁斯先手给大，盲僧一脚踢秒到了011，但永恩大进去之后怎么办？自己的位置很尴尬，被顶到塔下，永恩被秒了，这是波机会吗 ？KPG 好像没有更多的留人技能了。巴德开启妙旅程过来找角度晕到了，但是姜汁在旁边，配合队友少打多，也稍微扳回了点人数差。红色方给踢下来的是胸针，战术横扫扫一下贾克斯，贾克斯有反击风暴，但小麦大招躲掉那击眩晕，但他落地之后贾克斯有跳斩。闪现躲掉了外线的战术横扫，小麦肯定是要死的，但姜汁在画面的另一侧切掉了残血的瑞兹，又是一记反击风暴，晕住了姜汁，天音波回音机精准命中，但猛龙摆尾差一丝血，豹女还有口奶。因为这一波 KPG 是一定要打出一些收获的，因为他们中路的2塔被带掉了，但显然因为豹女没有被击杀的情况下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很安全的去看这个龙。因为刚才 KPG 在上路打的时间太久了，哇 ，KPG 的韧性啊，就这种局面都能找到波机会啊！又是小马的先手大招，然后大唐找到了机会，天音波回音机补上伤害，先处理到了011。啊，但这个时间差，现在 FP 拿到了自己的第2条小龙，那这样龙魂的压力也是来到了 KPG 这边。其实对于维鲁斯来讲，这一局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。他除了面对一些需要开团的压力以外，他的发育是受到了很大影响的。因为现在中路的2塔没有了，而青钢影的发育是非常好的。但小马这把其实真挺尽力的。对。中路一波，上路这一波都是他主动找的机会，大闪过来，然后等大唐天一波回音机补伤害。然后 Soldier 这波有点急了，他是被瑞兹的强化已经盯到塔下了。来看一下分镜吧，即时画面又是 FP 蓝色方的野区进攻，但2队的站位保持的相对而言是比较的安全的，都是浅尝辄止，没有选择打到底。是的，第2时间在下半图做了一些技能的交换之后，还是来到了上半区，因为现在其实 KPG 保住这个上外塔，对于他看这个龙是很重要的。比赛也推进到了13分半。现在确实小龙的压力会实打实的给到 KPG， 而且越往后打大唐，他会越乏力。但好消息是季梦3件套了。哇，看一下来到瑞兹的回合的话，他有没有什么创造的可能性？
因为我觉得这瑞兹这个英雄，他其实本身从英雄本身就给到了对方一些压力。这也是这个英雄的成长曲线定位吧，本身就是一个大后期英雄。数值也挺夸张的。KBG 这视野的压力是真大呀。龙坑内一片黑，趁着 FP 去理中线的时间，稍微回来把视野排查一下。现在下路兵线也带过来了，他们对这个下2塔有一些想法。视野这个事儿也确实跟前面防御塔的缺失有关啊。小马这个大给的有点急，没留到。刚刚那个位置大闪应该是有了。是的，但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好的是，其实你看贾克斯这边跟青钢影对发育，他并没有受影响，因为其实青钢影自己单独是带掉2座防御塔的。这把小麦在前期提了2个头之后，确实也在边带端给了 KBG 不小的压力。还是非常稳，我觉得2支队伍今天其实前期虽然有一些交火，但越到这个时候，大家都觉得有一种一波决胜。哇，下路贾克斯绕过来了，这是波机会吗？钩索过来，战术横扫，但是贾克斯跳斩想要找姜汁。KBG 的队友追得很及时，金刚影大招哐哐大唐向闪现走，但这位置已经很难了。金刚影先倒，而后续又是跳斩加反击风暴，拿到了杀档，而且见好就收，拿到了人头之后，并没有哎呦大唐这个位置，风尘绝念斩，Soldier 找回了场子。泰坦给大招，大招给的是悠悠，但小马同时给腐败锁链，不过胸针的反击风暴没有跟上 combo 链，Soldier 交闪，悠悠也有闪，反倒是季梦这个位置留下了 Soldier 在龙坑内，Soldier 位置很尴尬。破障之风是会回去的呀！对呀，投给谁？给瑞兹了，再帮季梦提一个人头进账。哇，这一波是 KBG 实打实的打回来了不少，因为我们还是能知道，其实他的阵容的支援能力也是不错的。这个支援真太快了！哇，这只韧性十足的黑马 KBG 在淘汰赛 BO5的第1小局再次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韧性。来看一下吧。其实胸针第一时间的处理很细，他是选择去找豹女，因为他怕他那个反击风暴被青钢影大躲晕，而且 KBG 的队友支援是真快。咱们现在就是说哪里遇到问题，我们都是全队一起来。下路这个小龙得必须拿，现在Soldier马上复活，打的速度很快啊，而且豹女的位置是名牌，这个龙其实不好抢的，也选择放了。那刚刚那一波团战的优势，其实是实打实的让他们解决了自己面对龙魂的压力。但我1分钟啊，2队经济到现在是一点没拉开。是的。如果 KBG 想找机会的话，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瑞兹，因为盲僧现在有点乏力，他可能就是那一脚大的事儿。他现在季梦身上有一个探索者护臂，是他的生存压力不会像之前那么大了。好高，勾到了瑞兹，再给大招，能看上伤害吗？战术横刀扫到，先把金身摁出来，起身有没有机会调整下位置？队友在身边，处理掉了进场的小麦。刚说完这个探索者护臂，就立大功。是的，那现在正面是一个5打4，但毕竟左边其实还有4个人，而且豹女也在，这个龙也不能看。有一个人数差，看一下 KBG 怎么设计吧。先 poke， 这就是 KBG 阵容有一些 poke 大招优势。惊到了，压起身，但是有金花。回头挂一个精准弹幕，挂他的大唐，但在正面战场看一下季梦的输出位置，季梦的输出位置还不错，有恩破障之风，底线回到原地，3打3的残局，2队正常的拉开。谁都不敢再贸然进攻了，因为现在双方都有阵亡，而且这个真的是一上头的话，这一波比赛可能都结束了。哇，悠悠那个预判大是压住了011 3技能的位置。现在其实反而我觉得对于 FP 这边来说也会有一个压力，这个压力就是因为右边的 poke 属性它是比较强的，如果前期你在龙坑团前就是你被吃掉一些血量的话，其实也是比较麻烦的。好谨慎的一场比赛，打到现在反而是有一种五五开的感觉。马上双龙会了呀，
这双龙会的团可能会影响这场比赛的走向了。但我觉得对于 KPG 来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青钢影的单带是否到时候会给他形成很大的压力？这会儿还好了，这会儿贾克斯能去管了。前面青钢影刚提2个头，在中期其实是单带点会给 KPG 造成最大麻烦的阶段。IP 率先落位，唤醒这条远古龙。但是贾克斯想把下路兵线带过去，在兵线处理上还是有个问题嘛，就中路现在没有防御塔，其实 KPG 在中路的兵线上又有很大的劣势。IP 其实也知道你贾克斯在绕，所以 Soldier 的位置一直卡在这个隘口，想找一个很好的机会进去晕啊。贾克斯位置是被看到了，07跟 Soldier 想找机会，但是贾克斯的站位也比较的安全，没有被 Soldier 的风吹到。两队在远古龙前不断的做 poke 做消耗，也不断在做中线上的处理。是的，而且 KPG 的人因为2个在线上也能看到盲僧的位置。大招想试一下，虽然没打到，但是打掉了小马半血。那这一波打下来交2个大。胸针的位置也有阿伟在做盯防。远古龙的位置谁都不想放，尝试你的大招，效果一般。而胸针也没有好的进场时机，打出了一个盲僧的复活甲。要开了吗？这个位置大招被金城躲了，起身队友要保一下的，但基本也掉了半血。胸针跳斩进去，把金冒晕2个，但胸针没血了。金准弹幕刮得不错，这波团 KPG 可能不好接，闪现上去搜着补上致命伤，盲僧也倒，泰坦钩空掉，但人数差弥补不了了呀。而且同时，永恩也收掉了非常多，直接一波 ace。0换5的团战，我们可以提前恭喜 FP 在本场 BO5的对局当中是先下一城。是的，但这把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属于 KPG 的胜利。最后一波，胸针的主动发难略显着急，主要双 C 确实在那个阶段血量状态太差了。而且我们在前期其实能看到，还是最后的那一波远古龙团。对，远古龙团也拉扯了够久，这应该是我印象当中本赛季拉扯最久的一波远古龙团了。BO5的第2小局，蓝色方 KPG， 红色方 FP， 我们正式进入到召唤师峡谷。KPG 上来是选择双人路站中，是有一个开局的不同。看一下待会儿下路红色方抢完那波线会不会换回来吧？西梦直接起手扛压，而且有这个球放在这里，确实格梅有点难打。但要拿格温跟兰博去作为抗压点互换的话，兰博肯定是更舒服的。我是觉得是不是上来第一波先这样打，第2波可能 KPG 是有可能考虑换过去的。已经换回来，就是双人路换到中，然后现在就是边路是正常的对线。现在是 FP 选择了兑换。
这把两队的开野思路都是从上往下刷，但是刚才 FP 的双人组有线啊，也是顺道去反了一下大唐的石头人。没问题，都是阿伟和悠悠都是喜欢前期动起来的辅助，在中路更方便。就他俩都是那种玩应付的效果会比玩软辅好很多的选手。对。来骚扰你打这个 F4。啊，两队这个控河蟹也控得很合理啊，都是依靠着两条近线的线权去围绕做的河蟹的归属。哎，画面外，奎桑提对线单杀鳄鱼吗？这不对吧？这不对吧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而且我看是没到5。有没有可能是胸针？一会儿看一下吧，我就发生了什么？这得多大的输啊！就主要你鳄鱼打奎桑提，你要说是你鳄鱼把奎桑提单杀了，我不意外。但是这画面反过来，那都不是有点意外了，我好好奇啊！我在想，是不是有可能鳄鱼想单杀奎桑提？哦，来了，看一下。哦，被推回去了，吃2下防御塔。对。哇，那这好伤啊！这鳄鱼对线被奎桑提单杀。这中路，这个2个组合拼对线，你发条肯定是拼不过的，但是你清线的压力也没那么大。是的，主要是保一个正常在发育吧。但这样你中路一直有线，这9桶就一直能先动啊。是。镜头给到上半区，等回来带到塔下，又要杀了吗？胸针开大，交闪现。哇，这开大保命啊！哇，这够吓人的。但小麦这奎桑提熟练度是真高啊。是的，直接给胸针2波打完，给打懵了感觉。第一波单杀是推回到塔下，第2波是大招奥暗雄斯带到塔下，这还好胸针是有闪有大，而且队友也来了，推出来011弹幕时间，洗掉了胸针1/3的血量，闪现躲掉了发条的指令冲击波。好在这一波兵线是没有的。野区，大党跟 Soldier 打了一个照面，但是阿伟可能会先到，季梦也在身后，远距离奥恩叫杨，杨来杨往撞了 Soldier， 但正面战场阿伟一肚皮是撞到了悠悠，都没有更好的6人技能手段了，两队是正常拉开。是的，主要刚才大唐那个位置，他也很果断，直接就交闪。再来到下路。何文卓要烧一下，红纹兰博伤害挺高的，所以得交闪先走。2个电子鱼叉减速一下，也没后续了。对，就是打点状态。就你真别小看那会儿的红纹兰博，红纹兰博人称约旦小剑圣，他那平 A 真挺痛的。现在只能让发条在中路自己反正正常吃线嘛。悠悠可能要找一些机会去保一保自己的边线。对，发条加奥恩，你这个组合想跟女枪加9桶拼对线强度，你拼不过的。那感觉这个 KBG 的野辅操碎了心啊，他到处跑。因为对面给到的压力真的十足，就是我觉得 FP 他们在前期这些布置上，他们真的是给到了 KBG 巨大的压力。但我觉得又不得不说，就是两局下来，其实这个上路产生了这种差距，有些时候就是 KBG 自己他也会有一些小问题。对，就这种，就主要你来到淘汰赛阶段了，你对线被单杀，你都别说淘汰赛了，你是常规赛，我觉得它都不是一件应该在职业选手身上发生的事儿。线杀一般就主要你是个优势对线呀，你是鳄鱼打奎桑提呀。是的，那现在资源还有20秒刷新。这个时间节点，发条的清线速度起来了，其实也稍微能好受一点，不至于一直被 FP 先推先动，主动发难。
但是 FP 这边显然他们先站住位置，而且上路的兵线也先推过去 ，KPG 完全过不来，那就换下路的小龙了。直接换了，这上帝视角，我们看那个大唐出来之后，那个动线就不是往先锋靠的。感觉打完先锋，鳄鱼这个位置是不是得往后走走？得往后稍稍。但有眼也提前看到了胸针的位置，想留一下。不过胸针的怒气不错的，待会儿就算有线进来，其实大招把线一洗，压力应该也没那么大。但同样啊，又是很经典的半区原则。FP 的下半区同样在承担 KPG 的进攻压力。阿伟赶过来帮 Soldier 拆一下火，缓解一下支线的压力。问题不大吧？这个我觉得双方打都很谨慎啊。看一下双方的先锋击杀率，就 FP 这边拿到先锋之后，他的这个获胜概率有点太大了，基本等于拿了就有啊。上把 BO5 我还记得我们导播老师给的那个数据是 TT 拿到先锋后的胜率是95%。我以为已经是极限了，没想到还有高手。基本上就是一个拿了就有的状态，所以说这个也证明了，就 FP 这个队伍他们在优转胜这个过程做的太老练了，也证明了他们在有优势之后，他们的进攻节奏、他们的部署是极具压力的。后来我又想了一下，我觉得他们，因为 FP 这些团队他一直在赢比赛呀，他拿不拿他可能都有。野区找到了悠悠，简单的消耗一下，然后继续往上给压力。你看这个小马拿到发条和维鲁斯，他的操作方法就完全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发条这边躲在塔后啊，他真的是没有办法，他就我再往前扔，我丢我的球就好了。这英雄也没位移，他怕10位之后9桶撞接炸回来，发条就难走了。对，但毕竟维鲁斯是承担了一些开团的压力的。这位置想蹲一下。无双驼斧盾回来，大招再带一下。姜汁在旁边等了很久了，耐心的猎人也终于等来了他的猎物，配合着小麦拿到了击杀。现在上这个至少胸针这一路给到的压力是十足的，中路放先锋。大唐出来之后先偷一套灵梯的血量，阿伟做回防，给入弹冲击，逼退大唐的位置，先锋这头也撞出来。但是因为你要在中路防守的情况下，是一个实则拆上路的情况。中路这边小马这个位置，指令冲击波拉的不错，但在塔下Soldier很能打，饮鸩促射先清掉一个残血。但这个位置他能走吗？主要有羊啊，羊来羊往，配合队友是完成了对于Soldier的击杀。只能说 KPG 用一个击杀是帮自己止痛。姜汁卡了一个视野亏，但这视野亏其实看到是悠悠之后也没啥胃口了，感觉也打不死。如果是那个半血的季梦，应该上去试一试了。现在是2000的经济差，有机会吗？当人大招扑过来，这胸针又要死了。这个胸针被针对到，我感觉。主要他是个鳄鱼啊，他这个时间点站不出来，他越往后，他的曲线度是会越来越低的。然后这把又是个031的 KDA， 无双驼斧第3段没蹬回来，这小麦这把的发育已经可以在单线一个人顶着2个人玩了。是的，主要是不只是鳄鱼发育不好，右边这个奎桑提他就会太舒服。而且奎桑提其实在手游本身就是一个越前排很快的英雄。远距离教养，配合蓝波的恒温灼烧，第一套 combo 打得不错，大唐进场完成收割，这抓住了一波机会，拿到了011的人头。但与此同时 ，FP 也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就是他们把中路的这个摇玉坠的防御塔是终于推掉了。来看一下这波啊，是闪现撞接炸，还有女枪的弹幕时间。但 Soldier 后续那个饮鸩促射打的确实满，只是残局他的位置太尴尬了。对他主要是扛了很久防御塔，他那个位置队友都已经走了，他有点追太深了。镜头切回来，小龙刷新发条大招拉2个，但这有的发条伤害还是有点不够看。在画面的另一侧，季梦被打了一个半血，阿伟顶在前面，撞的是胸针，胸针开大，龙井是被螳螂收了下来，羽枪在龙内给弹幕时间，左右开一共击杀掉了兰博，正面是 FP 的追击之势，这个残局根本就追不了，悠悠也被留下了，团战的大获全胜，011的3杀落袋。而且与此同时，他们直接在拼上路的大龙了。
我觉得这一局这波打完有点炸了，说实话，这口子被撕的太大了。对，就是这一波团战输了的情况下，其实这一局就已经有点打不了了。这个大龙 buff 一拿，待会儿正常的经济一滚，经济应该要来到接近1万左右了。我觉得刚刚那个地方，其实螳螂自己在打那个龙，其实队友又想帮他拖，我觉得他们还是协同的有一点问题。因为这时候队友是想帮他卡位置，但也没有第一时间下这个血线。我感觉把这血线下了，第一时间直接走。然后这会儿发条也没伤害，然后011又是一个很完美的输出环境，龙坑内洗一个满的弹幕时间，然后转头一技能平 A 又有这个收集者左右开弓啊。现在 KPG 又陷入到了那种很被动的防守的态势，只能吃回推。7000块，然后这个龙可能帮他们会提到更多的款。IP 的各项数据啊也实在是豪华，无论是击杀率还是场均的击杀次数，以及手条的击杀率都高得吓人。他们这个手条大龙的击杀率和他们先锋的击杀率是差不多的。现在全方位的领先，没错。就除了阿伟这个辅助位，经济是在下方的，其他的选手都是位列前茅。鳄鱼双招也交了，远距离教阳，是波机会吗？小麦做了控制抵消，酒桶大招再炸一下，保住了。丝血锁住了，与此同时，中路的高地塔也告破。中下高地一枚，这经济1万以上了，经济差。而且第二波进攻在拼上路，那上路这个高地塔是想破的吗？然后这把没啥翻盘点，兰博恒温中招撒的不错，这个011烫的有点走不动道。那这波进攻算是守完了。然后打到现在，我觉得 KPG 最难受的是，你鳄鱼这个点其实真没啥用了。然后发条吧也没伤害，这会儿就你打起团来一定缺伤害。对，就是他前中后期他的这个曲线从前期就没接上。因为现在鳄鱼跟奎昂提差了一件大装备啊。就这会儿 IP 要求稳的话，就是等1分钟之后的大龙，大龙一拿应该要吹起总攻的号角了。而且还有这龙魂，这2个资源点 ，KPG 一个都看不了啊！这感觉现在多看一眼就要爆炸。对，而且你看大唐这个位置，他没有办法再往出踩。就现在野区你想进 KPG 都很难进，就防御塔的缺失也导致他们的视野压力非常大。打探照，简单的看一下。就这会儿的经济差、装备差，其实只要 IP 稳健的进行接下来的游戏内容，这把已经有点盖棺定论了。那你别说，如果还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这个主要第3条龙看不了，先让他们去打龙吧。1万的经济，悠悠跟小麦打了一个照面。这小麦现在太能打了，3技能的葵桑提，先看正面，当人大招扑过来，直接给发条融了。悠悠3技能想往回走，而 Soldier 也开出了自己的隐身速射，回头直接去这个小龙。有人数差，这会儿 IP 2个资源其实都可以拿。选择先拿龙魂，先拿小龙。转头大龙一拿，我就可以想办法准备一波了。是的，我刚刚还在想，我说 KPG 有没有机会偷一下那个小龙，这是他们唯一的翻盘点。太难了，小麦招闪，这会儿 KPG 能不能杀一个激活？先处理掉了葵桑提，悠悠顶在前面，扬来扬往已经撞了出来，但是大龙已经被姜汁稳稳的收入囊中。是的，那拿完这条大龙之后，他们可以组织进攻的号角了。我觉得可以稍微等一下小麦。小麦也有踢，待会儿复活可以踢到正面。那 KPG 也是背水一战吧。阿伟隔墙交肉弹冲击。
想办法开一波吧 ，KPG， 对，这耗下去真不是个事儿了。趁着现在有人数差，试一下。怎么说？但现在压力也确实大。然后我觉得对，在 KPG 的视角里面，他是一定是要反手开一波的，找到机会就直接开。想找 Soldier， 但 Soldier 伤害有点高，一套直接检查了悠悠。这个炸的不错，后方有 TP 下去小麦，但发招大捞的很好，阿威可能也要死。来看正面，螳螂越级先往回走，奎桑提来到战场的那一刻，团战又有了比较大的倾斜。这个人数差 ，KPG 破釜沉舟最后一波了，但女枪的弹幕时间好像给团战摧枯拉朽了。奎桑提就是死不掉啊，他太肉了，现在只要点水晶就行了。让我们恭喜 FP 2比0率先拿到了本场 BO5的赛点。是的，那这场比赛也确实我们能看到，因为 FP 他从头到尾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领先。这边也是拿到了自己很多想要的英雄的。就是这个 BP， 其实我觉得 KPG 他们一定练过。只是我觉得这把没打出来。Gave you too much, now I'm swallowed. Now I'm the fool while you're breaking rules. Dangerous path that I follow. Oh, go on, just do what you do. And it bleed for you, cry for you. Let me bleed. As I bleed for you, cry for you. Let me bleed. Let me FP 这把的阵容体系是带布隆的。对，全军出击，前期给到的压力十足啊。来吧 ，BO5的第3局，目前 FP 是2比0大比分领先啊。看一下是 FP 干净利落的拿到最后一张前往总决赛的门票，还是 KPG 先扳回一城？这场鹿死谁手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那中路这边波比是要扛压的，前期姜汁就直接来到了大堂里去，在你脸上瞧你的野。这就是1级仗着下路有限，对，就直接过来硬要翻你野区了。主要这1级的布隆打野区的团是很强的，赵信回头也捅了上去，而 Soldier 跟季梦扭打在一起，波比争2，3技能把人撞到墙上，林芝的血量有点危险了 ，FP 选择先正常拉开。哇，这局这么晚吗？主要还好那个位置波比升2了。对。他前期其实只是过来在野区给你十足的压力，但其实你实质性的产生任何技能或者击杀也没有。但是波比是交了自己的闪的。不，直接开启宝应该是要把这波线送进去。镜头一切，给到上半区。胸针说：“这一次我稳着打。”啊，主要你真跟残血的奥拉夫拼到底，那谁赢谁输不好说。你前面的安倍萨还是会太弱了，这个英雄。啊，悠悠和小马直接是来，哦，没有，我想，他俩想把这河蟹吃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吃一半大堂说不许吃，等我下来。那前期率先，也做了一些调整吧。双方在这个分线上，因为前期这个野区的设计，其实现在 KPG 的双人路已经是来到了中路，卡牌吃完这波飞鹰线就会去下。主要是你莉莉娅
上河蟹没，他大唐在野区的路线计算上是能想到的。就如果对于野河而言，你前期是双河蟹都丢的话，太伤了。嗯。而且本身你看线权的话，其实中线就刚才那个画面啊，卡牌去打波比是有限的，这奥拉夫打安倍萨那会儿也是有限的。就你真让大唐去硬反那个河蟹，去硬争那个河蟹也不现实。对。当然，我觉得来到这一局的话 ，KPG 是否可以考虑去控一下下路的小龙？就第一波先锋不去争。红光乍现。我感觉第一波去争的话，压力有点太大了。然后这把进攻压力是给到 FP 的，他们是要去提速找节奏的。这边双方其实都还挺稳健的。就对着发育，你像 KPG 后面有这个莉莉娅，有这个西维尔，包括像安倍萨，没那么虚拟的。是的，这个洛也走了一个全图支援流，来到了上路。江之听了一下下半区的信号。啊，但他的动线是被河道蟹的祭坛加三角草的视野看得一清二楚。下路的野区刷新也会从上半区开刷，又想带着阿伟做一波野区的进攻吗？这个时间点站中霞还是会有限，但是小马作为西瓦这个英雄也没啥清线的压力，你线推过来，我技能一开，啊，几下平 A 的事儿。对，我在塔下把线吃了，保一下发育就好，我也不跟你动手。但辅助来了，他就不一样了。这把游戏的前期两队相对而言比较的和平啊，没有人头的爆发。那我看一下待会儿的关键中立资源了，等一下小龙和先锋的刷新。太稳了，太稳了，毕竟是这种盘点局，但这个位置要找悠悠吗？感觉没什么必要啊。啊，主要是搜这儿的命运是往上飞的。你要说往下飞，我觉得还有点机会。大家现在都是稳中求胜。就包括这个时间节点也是关键资源团刷新前比较敏感的1分钟，基本上也都是拿线做视野，也不愿意去浪费太多的技能。但是生怕什么大招换闪现，那这种你少个闪，待会儿关键资源团就很伤了。是的，而且能明显感觉到，其实这一局大家这个换线换来换去的，其实就想的还是很多，包括野区里面浅尝辄止的试探也很多。中路 KPG 是趁着阿伟不在的时间点，稍微消耗了一下011。两队的辅助在依次桃打了一个照面，也只是简单的消耗。然后一起来到了上路啊，但我们也确实能明显看到，在先锋口子的视野布控，蓝色方会控制得更好。而且他们是一个进攻眼位。在塔前黄牌盯到了，直接给冰川练习，传中位置很危险，江之也在的，要先找残血的胸针，交闪，胸针也有闪，风斩电子挂上，而且眩晕被打了出来，但在塔前 FP 也不好追了。是的，因为这一波在塔前他绝不能掉点，先锋马上就要刷新了。看一下 KPG 是准备去争这个上路的先锋啊，因为莉莉娅已经来到了上路。江之先捅上去，江之是没闪的，闪现刚才是用来追人用了，这波阿伟也没大，但现在整体阵容的强势度 FP 还是有的。悠盛大登场抬2个，胸针龙拳鬼不上来，利用2技能再下去，画面分割会比较开，前面的位置会有一些尴尬。先续一锤，锤能锤走吗？但锤空了，霞也开出了半天飞羽，残血的悠悠先交闪，能锁住吗？锁不住，可能是给到了奥拉夫，回到正面，安倍萨公开主心举进去，阿伟一丝血也走不掉。江之开启星月之位之后，在正面战场2打1的残局，011好像退无可退，没打没闪，闪现在用掉，一丝血哦，有队友接那走了。这个位置是转来转去，最终没有转到莉莉娅的脸上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差不多要停手了，因为状态其实都挺残的。下路的小龙 ，KPG 这边已经在FP 这边已经在拼了。来，再回看一下这波 replay。
这一开始季梦这个位置是吸引了一些火力的，但这个锤空了有点难受。对，其实这个锤如果锤走正面团，我觉得 KPG 可能会是一个大获全胜。是的，而且正面视角上第二波他们在反手回来打的时候，感觉好像是有机会，但其实伤害量又不是很足啊。那下路的小龙 KPG 是收入囊中，然后刚好又趁着那个残血的机会，安倍萨公开属性举了进去，就是完成了收割。小龙是由 KPG 收入囊中。而且这波打下来，我觉得双方有点五五开。虽然说那个先锋的款还没有提，这最主要的是你给安倍萨提了2个头。那这一会儿，待会儿安倍萨公开处刑举进去，那个压力给对面双 C 可就不小喽。对，因为其实 FP 它是有一些前期进攻压力的，而且刚那波团其实感觉 KPG 好像打的还可以。上路过来给一些压力，但奥拉夫也2个人越也挺难越的。中路直接放先锋，那这个塔3下挑到，但是悠悠这波是留住了姜汁。不过你想单凭洛加、波比这个组合没伤害。这一波是10打10的产生了经济差了，因为中下2个防御塔它是同时告破的。这待会儿我们又能看到熟悉的画面了，就是 FP 一有防御塔有视野的领先，就会频繁的进你的野区。对，而且这把有卡牌，就你真打起来，卡牌大招一开，可能落地就是个多打少，就会有一个人数差的优势。是的，而且视野优势也很足。但这点领先对 FP 而言不够啊，他们这个阵容想领先至少要5000以上。姜汁想留下小马，3重找机挑起来，风斩电磁化给了悠悠，3技能就硬找西维尔，但队友的位置比较远，姜汁也只能开启大招回到队友身边。是的，因为身侧也有悠悠的一个，就是在身旁护着小马嘛。现在问题点就是在于，我觉得 KPG 他们这边没有太多可以，找到自己节奏的点。但我觉得这一局问题不是特别大，因为他们只要保住自己的经济发育的话，到后期的打团能力上来说，可能会优于 FP。如果说是一个平经济的情况下，包括一直在聊的那几个英雄，你像伊利亚，包括西维尔，这2个是很典型的，你要打到中后期才会开始发力的2个英雄。而且你看，其实这个刚给到的这个经济面板，其实大唐现在的发育是很不错的。再来一张黄牌，先晕下胸针，胸针想防打，但是布隆在身后的公开主刑举到了 Soldier 先调整一下站位，跟上冰川练习，安倍萨会倒吗？交技能走，后续寒冬之咬挂上，但是 Soldier 已经补不上更多的伤害了。哇，这2波队友极限来救啊！我觉得这个双人路这全场飞，我只能说他像卡牌。哇 ，Soldier 也是胆大心细，他知道阿伟在身后，他其实是给了胸针那个信号，你要打那就打，咱俩打到底。但胸针其实也清楚，如果真是1打1的话，你卡牌绝对这会儿打不过安倍萨。是的，但卡牌的发育非常好，卡牌现在是全场发育最好的一个位置。那在这个时间节点，目前为止 FP 并没有更多的一个把经济拉开。现在他们动了一下这个大龙，但是被 KPG 看到了一个视野，也只能第一时间选择停手。阿伟被打了一个半血，但姜汁捅上去开大招，风斩电刺挂空，卡牌命运亮起来，探了一下视野，没有选择打到底，而是飞到下半区去带线，继续给你边线上的压力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2塔真的告破，魅惑加牌，金武成双回到队友身边，冰川利器效果不错，塔下有寒冬之咬，倒钩也拉到了，但他是季梦是波比，他很肉，就硬扛。但我觉得这一波其实3-2还是有些风险的，所以可能 KPG 第一时间也选择停手了，因为兵线也不在。但下路的这条小龙打了这个时间差，那 FP 也是可以稳稳收入囊中。
空真想试一下吗？应该也就是看一下，主要是眼上蹲，这直接搜着过来给你张黄牌，也告诉你啥意思了。哎，这点是蛮痛的，再一砸一张黄牌，好在弄了一个控制抵消。我这全场看到的画面最多的就是胸针在被追着打，然后双人路在全场救。悠悠又吃到了小麦的视野亏，但好在小麦在旁边啊，有金武成双，有盛大登场。那趁现在 FP 在一个下半图的进攻，与此同时上路是破到了第一座防御塔。但同样啊，中下 KPG 防守端的压力也不小。对，因为中下的2塔其实现在都摇玉坠了。大唐倒是3件套了，大面具加帽子加一个女妖，感觉他的发力期要来了。但莉莉娅这个英雄是可以创造很多未知的机会，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。我们还是期待一下。就这把这莉莉娅只怕一个事儿，就是搜着的黄牌。就黄牌给他定到他就难受了。红光乍现，就是玩莉莉娅打团是要拉扯的。对。但凡你是被断一次，其实就很难受，很难受。现在双方中路的4打5都在浅尝辄止的试探，因为 KPG 先占住了这个龙坑的视野啊。现在也是让你过来看，究竟我们是动手还是？如果视野压力大的话，其实可以卡牌开大啊。但是小麦先去边线把那个摇一坠的2塔带掉了，正面也没有着急，再做拉扯，大唐直接交惩。对，这就是 FP 在告诉你，你在正面要拉扯我的话，我就要带你的边塔了。就继续给压力。那现在这个压力就来到了 KPG 这边，就是 FP 我现在给你压力。然后卡牌再开大，看一下大家的站位。哎呦 ，FP 这个运营玩的是真好。那与此同时，上路的防御塔也告破。寒冬之咬的被动配合着黄牌，加上冰川裂隙，3个空阵效果打出来了，但只是打了前排的波比，没有实质的意义。但这种小 combo 是很漂亮的。中路的炮车兵完成了最后对于敌方中路2塔的收尾。这2波运营下来 ，FP 还是有一些收益的。我感觉这段时间 KPG 有点被运住了。但好在经济还是没拉开，而且这人头的爆发2-3，我觉得这一局太稳了。但你从人头爆发上来讲，你看是2-3，但其实就是你看比赛的话，其实大家都在浅尝辄止的试啊，就一不小心就是一波大团。卡牌命运下来之后，黄牌定到。旁边是有姜汁的，先脚闪，再用 Soldier 做位移，闪现躲了波比的锤。Soldier 这波很细节，那穿梭闪，又是一张黄牌，想找一下悠悠，但距离应该不够。与此同时的话，奥拉夫再带这个边路的防御塔，这压力给 KPG 十足啊！哇，这小麦已经带通关了，然后正面又有人数差，现在小麦选择来正面了，这 KPG 有点进退两难。龙的血量已经过半，哎，把 T 先骗出来，我停手了。奥拉夫开启诸神的黄昏，单切切掉了大唐，奥拉夫立功了，而 FP 选择继续追击这个团战，赵信的双杀，胸针也走不了了，大节奏啊！哇，我只能说可惜。哇，这把真是被运住了。其实，在这波团之前，这把对 FP 而言有点兵不血刃的那种要拿下胜利的感觉了。对，因为大部分的经济差其实都在防御塔上，但确实没有太好的办法，所以 FP 也是在16分半的时间拿下了第3局的比赛。那也是恭喜 FP 他们3-0拿下了今天 BO5。哇，这第3把真的是被运住了。就其实最后那波团没打之前，就有点就是。KPG 进退两难了，哇！而且Soldier这卡牌最后一波确实给他操作了，那个穿梭闪躲波比的大，是的，有点太帅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确实3局看下来，就